欢迎收看一口气看完纸扎铺系列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文，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吧。注意换好 WiFi。我的纸扎铺只跟死人做生意。亡故老人说自己房子漏雨，让我到坟前烧个别墅。老人的儿子砸烂纸扎，说我想要骗钱。生意一落千丈后，他给我点了千盏长明灯，求我帮他。我看了看坟上新草，这坟里埋的根本不是你父亲，孙小姐，这就是我公公的阴宅。身旁的女人脸色有些讪讪，但语气还算温和。我撑着红伞打量着这片地，真是一个好穴，视野开阔，前低后高，前有流水，有杉树环抱，是个好穴。葬在这里的老人会庇荫后人。可能是这好话说到了女人心里去，她面色终于缓和些。这墓地是公公生前自己选的。我将纸扎拿到墓碑前准备焚烧，不经意地瞟了眼前面的墓碑，熄灭手中的火柴，刚想转身问一问，一辆黑色的车停在山脚下，从车中走出一个身穿正装的男人。我一眼就认出他是老人的儿子，名字叫刘成发。刘成发几乎是3步并作2步跑到我面前。你是谁？来我父亲的墓前做什么？问完我，他又凶身旁的女人。你是疯了吗？怎么什么人都往爸的墓前带？我把刚才已经跟女人说过的话再说一遍。我是纸扎店的老板，您父亲跟我说他住的房子漏水，所以想跟我订购一间纸扎别墅，我现在来墓碑前烧给他。我话音刚落，他便抢过话头，语气十分不善。我父亲过世多年，你不要拿他的名义骗钱。为了安抚他激动的情绪，我再次耐心解释。刘先生，报酬您父亲已经给我了，不需要您再花钱。刘成发冷笑一声，双手叉腰。那你烧吧，我就在这看着你烧，烧完了你跟我要1分钱，我立刻报警。说罢，他站在那里看我，笃定我是个骗子。我看了看墓碑，再次确认今天是不能烧了。收拢纸扎准备带走，顺便向他们夫妻2人说明情况。刚才已经准备烧了，但是看到墓碑上的生卒年月，我觉得有点问题。我的身份不能跟别人说，说出来会被当成精神病抓走，只能换种普通人能接受的说法给他解释。您父亲托梦给我，说自己住的房子漏雨，可我看您父亲的阴宅离河很远，根本不可能被水淹。我的说法已经很委婉，其实我看到老人浑身湿哒哒的，像是整个人都泡在水里。还在纠结要怎么说服这家人阴宅有问题，刘成发却打断我，就算真的要托梦，我是他儿子，他为什么不托梦给我，反而要找你一个外人？刚才说要免费烧，现在又说有问题不烧了。你们这种招摇撞骗的我见多了，说什么超度做法事，下一步就是要钱了是吧？他一脚踢翻了我收拢好的纸扎，拿着你的东西赶紧滚，少在这里装神弄鬼。这人油盐不进，好坏不分，话都不让我说完就开始发脾气。泥人上有3分土性，更何况我这种纸人。我将被他踢翻的别墅拿到远一点的地方点燃，送与孤魂野鬼吧。阴风袭来，我的伞轻轻晃了几下，应是野鬼对我表示感谢。我走到刘成发面前，刘先生，你父亲不给你托梦，是因为鬼魂入梦消耗的是活人的精气，他不舍得伤害你，所以找上了我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不可否认，你父亲葬入这阴宅的第3个月，你的生意开始有起色，下葬1年，你事事顺利，下葬3年，风水聚气养成，你的生意如日中天。男人面色一滞，转向他老婆，你怎么什么都跟别人说？女人刚被吼了一次，又被骂，瞬间红了眼眶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是他找到我说受了嘱托，要在墓碑前烧些东西。我以为是大朋友的孙女，这才带她来的。男人又转过头看我，现在的骗子可真努力呀，骗人之前还要把别人身家打听得清清楚楚。我不想再跟他纠缠，转身离开。走出几步，我想了想，还是转回身。你父亲已经付了报酬给我，但我没完成答应他的事。我从不欠人什么，所以有几句话想嘱咐你：少穿白衣，晚上12点前回家。你父亲的阴宅真的有问题，你最好找人看一下。想到跟这夫妻俩闹掰，便也不想在他们面前伪装。我不再用双腿走，而是借着一阵风，轻飘飘地飞下山。我的纸扎铺只跟死人做生意，因为我需要的不是钱，而是功德。我年幼时出了车祸，父母当场身亡，爷爷见我含着一口气不肯咽下，才将我的魂魄以茅山秘术封禁在了纸人中。我不是人，也非鬼，与精怪无异。人生在世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功德才会越攒越多，才会更长寿。反之，做了恶事的人，损了功德，虽然暂时看不出差异，可阴差手里可有账本记着呢。我没有肉身，只能靠别人的功德暂存世间。地府的鬼魂可以在每月15时，借着云遮月短暂的游荡一会。刘老先生进来店里的那天，整个人湿哒哒的，我以为是水鬼，没想到他说自己房子漏雨。老先生生前乐善好施，待人随和，功德满满，所以十分豪爽的拿功德跟我交换了一栋别墅。我非他亲属，普通烧法他收不到，只能去坟前烧给他，这才发生了跟刘成发夫妇的局语。这生意暂时做不成了，我要给刘老先生一个交代。他能来找我，我却不能去找他。回到纸扎店，我燃起3支香，口中喃喃：刘老先生，今日我去了您的阴宅，发现不太对劲，鬼魂不知阳间事，我想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吧。如果再有机会，您还是亲自托梦给刘先生吧。您的功德我收下了，但我不会白收，等刘先生修整好您的阴宅，我必去墓前亲自烧给您等价的东西，将香插在香炉里，看着垂直入地的白烟，想必我的话他已经听见了。1个月后，我正在接待来店里挑选纸扎的亡魂，身上忽然亮起功德金光，金色光芒太盛，那亡魂嗖的一下就跑没了踪影。
正想上香寻个阴差问问到底是谁给我加了这么多功德，脑中响起悲戚的声音：孙姑娘，求你显显灵，救救我们一家吧。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不仅声音清晰，脑子里仿佛出现了画面。刘成发的妻子王凤梅正跪在蒲团上，手里点着长明灯，放到供奉台上。她边点边哭：是我们当初有眼不识泰山，轻慢了您，如果您能听见我的祈求，请来救救我们一家。我明白了，我身上的功德是长明灯加上来的。我数了数，居然有1000盏之多，怪不得我耳朵能听见声音，脑子里还会出现画面，这就是祈愿的力量。他借由长明灯与我建立起联系，诚心祈祷我才会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像神明与信众一样。看来我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。我本不愿管闲事，不过帮了刘家，正好能还清刘老先生赠予我的功德。而且刘家这事发生的蹊跷，是被人算计，我帮了他们，也是在为自己积攒功德。我用纸鹤寄了封信，约刘家人第2日去刘老先生的阴宅见面。中午是一天中阳气最足的时候，我是纸人，受不得阳气，所以每次出门都需要打红伞来替我吸收阳气。等我飘到刘老先生阴宅时，刘家2口子早就等在那了。与众不同的是，这次刘成发的状态，1个月前他还大腹便便，有着商人的精明之相，现在像是急速干枯脱水的蔬菜，干巴巴地缩在轮椅里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。远一点还站着2个身材魁梧的男人，像是给刘成发抬轮椅上山的。旁边还站着2个背着急救箱的医生，可能准备随时抢救。我想过他会出问题，但是没想到会被折磨成这样。刘先生这是还未等我问完，王凤梅激动开口：孙姑娘，快救救我家吧！自从上次跟你分开，我们家就出了问题。先是我家儿子打球摔断了腿，之后我老公的工地出了事，工地里不知道哪里出现大量的蛇，咬伤了好几个工人。许多人看到有蛇都不敢来干活，工地停工了。我边听他说话，边绕着墓地走了几圈。还有吗？一起说出来，不要遗漏细节。王凤梅点点头，继续往下说。还有就是我老公，他哭着说不下去，我替他补充道：刘先生没有听我的话，他不仅穿了白衣服，甚至在胸前戴了红花，对吧？王凤梅的脸上有一瞬间的惊讶，然后释然。他应该是对我的能力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我走上前查看刘成发，他如同失魂一样，呆呆地坐在轮椅上。我抬起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眼球并没有跟随转动。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王凤梅声音颤抖。老刘说去参加一个什么宴会，是酒店的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宴会上晕倒了。我在医院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这样了。全面检查后，医生也说不出什么问题，只告诉我们先休养。孙姑娘，老刘这是发生了什么呀？我拿出包里的碗，用纸剪了个小人，点燃在碗中。我没猜错，他是被偷了一魂一魄去借姻亲了。王凤梅立刻慌了神。什么？结姻亲？我示意他不要说话，拿点燃的纸人放置在刘成发的下巴上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还得叫他自己来说。纸人燃烧的极慢，燃起的火像打火机的火苗一样，随风轻摆，在刘成发的下巴灼烧。他的胡茬被烧焦，下巴逐渐红肿。王凤梅心疼的眼泪掉下来，但知道我不会害他们，捂住嘴不敢出声。不一会，刘成发的下巴就被火烧灼出一个血泡，血泡越来越大，终于破开来，一滴液体滴到纸人上，滋啦一声，火苗应声而灭。同时，刘成发像是溺水之人，突然呼吸到新鲜空气般，张大嘴开始呼吸。王凤梅激动地跑过来：老刘，你好了。孙姑娘，你太厉害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只是用他身上的油脂滴在纸人身上，做了一个假人顶替，暂时将他的一魂一魄找回来。时间过去，假人失效，他还是会变成原来的模样。刘成发混沌的眼睛逐渐有了光彩，他四处看了看，然后问王凤梅：我这是他余光看到了我，立时住了嘴，想了一会，像是有些不好意思。孙姑娘，之前是我愚蠢了，我家的事情还是要你来解决，之前我给您道歉了，对不起。刘成发态度诚恳，我也并非斤斤计较之人。王女士给我点了那么多盏长明灯，功德足够我帮忙了。趁着清醒，尽量将你昏迷那天的事说清楚，我才好帮你解决。刘成发闭了闭眼睛回忆一番。那天我受邀出席商会的一个颁奖典礼，上台领奖时我就晕倒了。王凤梅着急地问道：你出发的时候穿的不是白衣服，为什么送到医院的时候身上穿着白西服呢？刘成发脸色一白。我到会场不一会就被一个服务生泼了一身的红酒，但颁奖典礼快开始，我也来不及换衣服，就只好拿酒店经理的衣服穿一下。王凤梅佯装生气打了他一下：不是不让你穿白衣服吗？刘成发皱着眉头。当时忙着领奖，而且那个服务生给我西装上放了个暗红色的口袋巾，我想着也不算全白，就找到问题的根源了。刘先生，你最近衰气缠身，额间红紫带有桃花煞，穿白色会让你气场更弱，白色衣服又插了玫红色口袋巾，就像新郎官成亲时胸前戴的红花。活人成亲都是红衣戴红花，那跟死人结姻亲就是穿白衣戴红花。走上领奖台，舞台上的灯光形成光煞，照出你的三魂七魄。穿白衣戴红花，宾朋鼓掌庆贺，你的鬼新娘就来带走你的一魂一魄。王凤梅忘记哭泣，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。刘成发彻底白了脸，身体都在微微发抖。孙姑娘，孙大师，这怎么解决？怎么办啊？我放缓声音安抚他。这个容易解决，结姻亲需要有八字，你的八字应该跟在女鬼的骨灰坛中或者棺木中，找到写有你八字的红纸，拿走烧掉就破了。
你这是被人算计了，你最近有跟谁结仇吗？刘成发和王凤梅听到能解决，脸色好了许多，开始想身边的人。我平日里对待下属大方，也从不压榨工人，没有跟谁结仇。说着，王凤梅想到了什么。孙姑娘，你上次说我公公的阴宅出了问题，会不会是这连累的？说完，她眨了几下眼睛，有些不自在。其实你那天飘着下山，我看到了，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，我是相信你的话的。所以当工地出事的时候，我背着老刘找了几个风水先生来看我公公的阴宅，他们几个都说这阴宅的风水被破了，大张旗鼓的做法可根本不管用。之后我儿子说跟朋友出去露营，12点前没有回家，他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腿。我叫了王凤梅过来，喝了坟墓下面的溪水，是甘甜还是苦涩？王凤梅虽然嫌弃，但也硬着头皮喝了一口，十分甘甜清冽。回到坟墓前，我又拿出宣纸撕了一条，冲着墓碑扔过去，纸条轻飘飘地打着旋落在地上。树木葱郁，河水甘甜，目前没有煞气邪风，这里聚的气并没有破。王凤梅不解，孙姑娘，你上次说这阴宅选得好，会福泽荫庇后人，这墓穴养的气没有破，为什么我们家会这么倒霉？我看了眼刘成发，因为这墓里埋的根本就不是你父亲。不可能！刘成发忽然激动起来，是我抱着父亲的骨灰亲手下葬，怎么可能不是我父亲？我指了指坟边些许红色的纸钱，墓碑后的荒草里有红色的纸钱，安葬是丧事，要撒白色纸钱，迁坟相当于搬家，是喜事，要撒红色的纸钱，所以这墓必定被人动过。其实我只是随便找了个借口，因为我能感知到地下埋着的人。刘老先生墓碑上写着生卒年月日，他安葬在这5年，可坟里的尸骨已经死了7年。刘成发气得要从轮椅上站起来，什么人这样狠毒，要挖我父亲的坟墓，让我知道是谁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我把心中的想法告诉他们。刘先生，你身边有没有什么朋友或者亲戚，原来十分倒霉，在这1年之内突然转运，甚至于一夜之间就富了起来？刘成发努力地想了想，说实话，我是干工程的，认识的人太多了，我根本记不住。我又想了想，这人跟你家相熟，知道你父亲的墓地位置，这种好的墓穴下葬时间有讲究，如果乱挖也会犯忌讳，他至少要知道你父亲的死亡时间和下葬时间。一个穴养气并且荫庇后人，最短也需要3个月。迁坟需要挑时间，特别是把别人迁走，将自家人再迁进来，选日子摆阵，再等坟上的土风干，最少也要10天。这人知道你的行程，甚至能控制你的行程，至少这10天内你们是不在家的。我缩小了范围，又给出了时间。刘成发的眉头稍微松了松，接着恍然大悟，我每年都会带孩子和凤梅去国外旅游，半年前刚去过，去了大概2周。旅游的地点、机票、酒店都是秘书定的。刘成发神情坚定，不可能是周秘书，周秘书跟了我2年，没什么倒霉的迹象，也看不出来一夜暴富。而且我们旅游，他也跟着去了。除了周秘书，我实在想不到谁能准确的知道我的行程。王凤梅却不以为意的撇了撇嘴，不是周秘书还能是谁？公公的目的他知道，每年祭祀也是他一手操办，还能控制你的行程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袒护他？刘成发倔脾气也上来了，我是他老板，我好他才能更好，我破产了死了，他就失业了，他害我对他有什么好处？王凤梅涨红了脸，说不定他跟别人合伙算计你呢。刘成发不甘示弱，我说不是就不是。小周对我十分忠心，他不可能这样做。王凤梅被吼得急了，不依不饶。刘成发自觉在我面前丢了面子，大吼一声，别吵了。王凤梅见刘成发动了真火，立即住嘴。刘成发顺了几口气，转向我，孙姑娘，我们能不能直接把这件事情解决了，然后等我好了再慢慢的找是谁？你会不会什么占卜术或者算命算卦，算一算是谁？我摇了摇头，我学的是茅山术，对占卜不太精通，而且就算我算出来了，你也不能去报警，说是我算卦算出来的，警察会把你当神经病抓起来的。我虽然能通鬼神，但是神鬼不管人间事，我就算问了，他们也不会告诉我。王凤梅又哭了起来，这可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一直这样倒霉吗？我思前想后，有了计划，我收了功德，就不会置之不理。既然我们有了怀疑的人选，那接下来的行事就要背着他，不让他发现。刘成发想说些什么，又在我的注视下没有开口。王女士，你先给周秘书打电话，就说让他去外地联系几家好医院，你要给刘先生转院。王凤梅急忙答应，然后拨通了周秘书的电话。他挂了电话，松了口气。周秘书说他现在就订票，今天就出发。我拿出香炉放在东方，燃气3根香插在香炉里，上敬神明，下敬鬼叉，诸事皆宜，百无禁忌。我将香插在香炉里，青烟袅袅上升，没有发生任何事，平平静静的烧完。我朝东方深施一礼，谢过，收起香炉，转身对夫妻2人说，确定钟秘书走了之后，避开他能接触到的关系，雇几个人，我们今晚挖坟。几个身强力壮的工人拿着锹，有些不敢下手。大姐，这挖坟的事可是有忌讳的，你们找过阴阳先生看了吗？王凤梅有些惧怕，毕竟半夜挖坟，想想就是件恐怖的事。找人看过了，你们挖吧，没什么问题。4个工人拿着锹和撬棍站在那不敢动。迁坟这种事情我们也做过不少，哪有半夜挖的？再说你这起码也要有个阴阳先生在旁边看着时辰啊，就这么随意挖，挖出什么事还不是我们哥几个倒霉。王凤梅有些为难地看了看我，我无奈只好拿出红色的纸钱撒了几把，
诸事皆宜，百无禁忌。你们挖吧，我就是阴阳先生。几个人互相看了看，犹豫不定。或许是王凤梅给的价钱高，或许是不想白跑一趟，他们一咬牙，终于开始动土。王凤梅推着恢复痴呆状的刘成发，暗自垂泪。孙姑娘，能不能用白天的法子，再让老刘醒过来？我拒绝了他的要求。人有三魂七魄，少一魄疯癫，少一魂痴傻。其实很多失去意识的人都是因为少了魂魄，但肉体的伤害会迫使魂魄回到身体里。不过这样的人往往被家里人保护得很好，并不会出现身体损伤的事情，所以魂魄会在外游荡，无法回来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有痴傻的人摔了一跤就好了，或者失明的人出了什么意外又可以看到东西。可刘先生不一样，他的一魂一魄被拘着，就算我用茅山术做个假人顶替，到了时间被发现，魂魄还是会回去的。等到白天再叫吧，他能待得长久些。王凤梅有些失望，呆呆地看着工人在挖坟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着天。孙姑娘，老刘如今遇到的事，是不是我公公在作祟啊？当然不是，刘老先生是很温和善良的人。阴宅被挖，巨好的风水气运被破坏，你们只是不会处处顺利，但也并不会倒霉。你们所遭遇的这一切，都是人为催动的。王凤梅将所有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话上。到底是谁这样狠毒？我安抚他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被换进你公公阴宅里的尸体是未经火化的，还是一具尸骨。安葬尸骨和安葬骨灰也有不同的方式。帮助对方的阴阳先生十分不专业，他知道时辰和方式，却不知道小细节。正常安葬尸骨时，头朝上，脚在下，但这片山是有坡度的，并不是平坦的地面，这就导致了尸骨处于一种倾斜的状态，这不利于财运。应当是换穴的人发现，就算换了穴，他也只是运气稍微好了一些，并没有立刻暴富，所以才又出手对付你们。但是我想不通，那个人明明等待风水聚气养成就好，为什么要对你们家出手？所以我才会问，你们是不是最近有跟谁结仇？王凤梅沉默不语，努力想近年来的恩怨。挖出来了！工人大声喊着。我准备走过去，王凤梅却一脸惊惶地退后几步。她眼神怯怯地望着我，像是在询问我她是否可以不过去。你在这陪着刘先生吧，我自己过去就可以了。可王凤梅眨了眨眼睛，像是下定决心一样。没事，我跟你一起过去。她不停地吞咽着口水，好像能通过吞咽的动作压制住她那颗快要跳出胸腔的心。我吩咐工人把棺材抬上来，再继续向下挖。几个工人虽然不明白我要做什么，但棺材都挖了，挖些土也不算什么。又向下挖了1米，我叫工人停手，拿出提前写好的聚气符扔进坑中。可能是身旁有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，而且什么事也没发生，王凤梅的胆子大了起来。孙姑娘，这就可以了吗？我摇摇头，随即对那几个工人说，我要等天亮开棺，愿意留下的工钱翻3倍，不过属鸡和属狗的不能留下。4人表示自己都是其他属相，也愿意留下来帮忙开棺。我吩咐其中2人休息，让另2个人随我过来，把刘先生抬起来，放进墓穴中吧。2个工人惊讶地看着王凤梅，王凤梅虽疑惑，可是没再问东问西，点头应允。这个小姑娘，我们只是干力气活的，活埋这种事我们不能干啊。对呀，这违法。2个老实人让我忍俊不禁。我不是要活埋她，她生病了，把她放进血里冲一冲阴气，有助于她恢复。他们经常干这种活，见过太多稀奇古怪的事。听到我并不是要活埋，几个人连忙应是，将刘成发抬进坑里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在天色即将泛青时，坑洞中传来惊叫声。我告诉王凤梅，阴气也能让一魂一魄暂时回到身体。王凤梅喜出望外，急忙跑过去查看。是刘成发醒来，看到自己躺在墓穴里，以为自己死了。几个工人立刻将手脚下软的刘成发从坑里拉上来。我看着草叶上渐渐凝结的露珠，转身坐在刘成发刚才坐的轮椅上，推着轮椅走到刘成发身边。刘先生，不介意我坐你这个轮椅吧？刘成发缓过神来，动了动手脚，又在王凤梅的搀扶下站了起来。不介意，您坐，您坐。太阳升起，地上的草叶马上会有露水。虽然茅山幻术让我看起来像个正常人，但我还是个纸人，不能沾水。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照到棺材上，我示意工人开棺。棺木被撬开，几个工人熟练地向后躲了一下，并没有想象中的腐臭味传来。棺材内只有一具白骨。从身上穿的寿衣纹样款式来看，应该是个男性。刘成发亲眼看到自己父亲的坟墓里埋着别人，顿时火上心头。他冲到棺材前面，想将棺材推翻，可棺木沉重，他根本推不翻。随即伸手拿棺木里的骨头，边扔边喊：拿火来，我要一把火烧了这骨头。刘先生，这可不行！我急忙叫住他。逝者为大，这是他子孙做的孽，跟他可没关系。你这样随意处置他的尸骨，是会被因果损功德。再说了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这叫侮辱遗体罪。刘成发停住手，一脸委屈地看着我。我父亲的尸骨不知道在哪里，让这人享福，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。没关系，只要把这尸骨在太阳下暴晒3日，他身上凝聚的气就散了。到时术法反噬，你身边这个人会十分倒霉。你只要注意是谁倒霉，然后找他出来。话音未落，山林间罡风骤起，挖空的墓室里肉眼可见的升起一股旋风。我脸色一变，不好，这血里养的气要散了。我转向那几个工人，我刚才说了，属狗和属鸡的人不能留下，你们怎么能撒谎？这一项害人。一个工人脸色煞白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我家里5个孩子等着养，我只是想多赚点钱。我以为你是故弄玄虚，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一脸气愤的刘成发和王凤梅也紧张起来。
孙姑娘，这会怎么样？我急忙拿出黄纸开始剪纸人。雄鸡啼，黑狗叫，不仅会败掉雪里养成的气，也扰了逝者安宁，怕是要被他缠上的。我迅速剪了5个纸人，递给除刘成发外的5个人，咬破中指用，写在纸人的脸上画上眼睛和鼻子，然后放在贴近胸口的衣服口袋里。几人被吓得面色发白，不敢反驳，立刻照做。看到几个工人将已经放好，对他们说：回家立刻将身上的衣服烧掉，7天不要出门，特别是晚上，快走吧。几人吓得连工钱也不敢要，一路小跑地离开这里。工人走了，王凤梅肉眼可见的抖成筛子，我只好安抚她：你别怕，我给你的纸人能帮你挡一下。刘成发也失了刚才的气势，那我呢？为什么没有给我纸人？你本来就缺魂少魄，与死人无异，怨魂不会对你下手。只是刘老先生这个穴好不容易养气的气彻底破了，原来穴里属于你养的气没散尽，不太能显现出来。现在气彻底散尽，你可能要倒霉一段时间，生意上不是很平顺，生活里也容易犯口舌。你多多注意，等我们将刘老先生的尸骨寻回，3个月后，这些问题自然就会消弭。这穴气已破，这具尸骨的后人也会倒霉。我学茅山术时日尚浅，对阵法不太精通，但这穴气已散，估计那边已经知道了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棘手的事。跟爷爷学茅山术时，我只喜欢符纸幻术，沟通阴阳，想着能积攒些功德。看来以后我还应该再多学一些。几息之间，穴气尽散，山中景色看着都有些变化。正值盛夏，坟墓周围的树开始飘落枯叶，看起来萧索悲凉。刘先生，我本想用穴气养你的魂魄，再用法术固魂，现在穴气散了，你只能靠自己了。我剪了个纸人，画了一道符让他握紧。刘先生，夜幕降临时，你的一魂一魄会再次离体，你握着这个纸人，尝试将精力集中在这上面，到时候你就可以看清楚你所在的地方。到时候我再将你的魂魄召回，你要告诉我你的魂魄去了哪里。刘成发白着脸点了点头。夫妻2人将棺木中尸骨摆在太阳下暴晒，阳气渐盛，草叶上的露珠都晒干。我是纸人，哪怕撑着红伞，也受不住阳气的炙烤。我提出回去晚上再来。可夫妻2人说什么也不让我走，觉得跟我待在一起更加安全，我只能跟着他们一起回去。他们邀我去家中做客。刘家的豪宅十分豪气，家里还有2个佣人，生活十分滋润。我叫刘成发依然装作昏迷，因为到底是谁在暗中下手还不确定。直到去了2楼卧室，2个人才彻底放松下来。恰巧周秘书的电话打过来，王凤梅开了免提，清脆干练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：王姐，我这边已经联系到了一个康复中心，我们什么时候把刘总送过去？王凤梅看了我一眼，我对她轻轻的摇头，她立刻就懂了我的意思。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医生，据说看得很好，你现在飞去海市帮我们找个短租的房子吧。周秘书一滞，像是犹豫了一下。王姐，在网上先订酒店可以吗？我家里有些事要处理。王凤梅一听她要回来，顿时眼睛亮亮的看向我。有什么事都先停一停，谁都没有我家老刘重要，老刘要是出事了，你就失业了，知道吗？王凤梅训了周秘书一通，直接挂掉了电话。电话刚挂，她就迫不及待地望向我。孙姑娘，你今天说穴气破了，换坟的人也要倒霉，是不是周秘书倒了什么霉，所以着急回来？我还没说话，刘成发出言打断，我都说了不是周秘书，那棺材里明显是个男人，周秘书的父亲还活着呢。王凤梅一见刘成发护着周秘书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他父亲活着就不能是祖父、叔父或者其他亲眷，要说身边谁运气好，顶数他运气最好。刚毕业的大学生，2年不到就做上了总经理秘书，这半年来更是又买车又买房的，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？刘成发眼神有明显的慌乱。我是看周秘书一个女孩子不容易，所以几个小投资都算了她一股，那是人家正常得到的分红。王凤梅不甘示弱，公司里好几个秘书和经理，你怎么就提拔了他不提拔别人？刘成发躺在床上，直接翻了个身，将眼睛闭上。我跟你说不清楚，我这病刚好你就气我。王凤梅的气焰顿时熄灭，想必也是觉得刘成发生病，不该跟他吵架。天色渐暗，我嘱咐刘成发将精神集中在纸人上，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地平线，刘成发也如睡着一般缓缓闭上眼睛。我拿出香炉摆放在东方位，燃起3根香，3根香平稳烧完，我示意王凤梅扶刘成发坐起来，像上次一样烧纸人，炙烤他的下巴。几分钟后，他开始双手痉挛，猛地睁开眼睛，大声喊：别过来！啊！救命啊！别过来！王凤梅急忙按住他的双手。老刘，是我呀，老刘。刘成发挣扎了一会，终于睁开眼睛，看清眼前的人。回到了熟悉的环境，刘成发愣了一会，旋即大哭：别哭了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位置在哪里？刘成发满眼泪水，手足无措的像个孩子。我看到了女鬼，她说要带我走，要带我走。我皱起眉，位置？你去了什么位置？还记得吗？刘成发眼神闪烁，犹豫半天才说出口：是星海小区。星海小区。王凤梅恍然大悟，星海小区不就是周秘书的家？我就说是这个贱人，你还一直维护他。说话间，王凤梅怒气不争的在刘成发身上打了几下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马上赶去星海小区拿回刘先生的生辰八字。星海小区在城西，有些破烂。爬上6楼，王凤梅和刘成发已经气喘吁吁。这是周秘书之前的家，后来他买了新房子，就不在这里住了。王凤梅解释着，她刚要敲门，我抬手打断。
拿出随身带的剪刀，轻轻一敲，门应声而开。屋内腐臭味极浓，我抬手打开墙壁上的开关，灯亮起的一刹那，身后的夫妻俩被吓得叫出声来。一口红色的棺材摆放在客厅中间，从棺材的接缝处有液体渗出，像是湿水。棺材上缠着密密麻麻的红绳，绳上还贴有许多符纸。身后的刘成发吓得结巴，就是这里。王凤梅只是看了一眼，就不敢再看。我将手里的剪刀递给刘成发，你去把红绳剪断，棺材打开，里面应该有一张红纸，是一张合婚书。用这把剪刀把属于你的生辰八字剪下来交给我。刘成发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，并未动。你还想活吗？他犹豫再三，颤抖着手拿起我手里的剪刀，壮着胆子走过去。剪子十分锋利，几下就将红绳全部剪断。推开棺材用了不少力气，当棺材推开的一刹那，刺激的味道四散开来，冲得刘成发一下吐了出来。快点！我催促着他。他抹了两下嘴，往棺材里看了一眼，就不敢再看。迅速地拿出红纸，剪下一块纸，疯狂地冲我跑过来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。我转回头看，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站在楼梯处。王凤梅干呕的脸通红，但还是利落地上前一步，直接给了那女人一巴掌。周雨晴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们自认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们？周雨晴应该就是电话里听见的周秘书。她捂着脸颊，眼泪瞬间流出来。王姐，她支支吾吾说不出话的样子，让王凤梅更加肯定就是她在作怪。我们家出事了，你一个秘书就能无法无天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我家里人死光了，你都不会得到一分钱。你现在被辞退了，我还要告你，告到你倾家荡产。王凤梅蒲扇般的巴掌落在周雨晴身上，她没有辩解，只是护着脸默默流泪。吐完的刘成发迈着虚浮的脚步过来拉架。雨晴，你看看你做的好事。刘成发将周雨晴拉到门口。周雨晴看了屋内一眼，控制不住的尖叫起来。啊，刘总，这不是我做的，这个房子我很久不住了，也是邻居给我打电话说屋子里有味道，我才着急回来的。王凤梅在身后训斥，人赃并获，你还要狡辩。我眉心一跳，打断他们，不是他做的。王凤梅一脸的疑惑，这棺材都在他家里了，怎么还会错？我拿出背包里跳动不安的指认查看，有人在动墓穴，我们现在要马上过去。时间紧迫，恢复了精神的刘成发将油门踩到底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山里。开着开着，他像是想起什么来。我想起来了，去年我们开发的时候挖出来一个棺材，当时怕传出去房子不好卖，就将这件事瞒住了。我记得随着棺材一起挖出来还有一箱子书，都是什么风水的书，我嫌不吉利让你处理掉，你没烧掉？周雨晴带着哭腔回答。我当时想烧掉的，可是我男朋友说这书是古籍，可以卖钱，我想着烧掉也挺可惜的，就给他了。王凤梅顿时对着周雨晴破口大骂，一直到了墓地里才停下。还没靠近墓地，远远的就看到火光，烟气缭绕，山林看起来像是起雾一样。雾色朦胧中，一个男人边烧纸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走近才看到，男人将坟墓附近的7棵树绑上红线，将自己围在里面。七星聚气阵。见我停住，刘成发也不敢上前。孙姑娘，什么是七星聚气阵？七星聚气阵就是借天地灵气养墓穴，本来3个月才能聚起的气，一夜之间就能聚起，这样再入葬就不用重新养气。这七星聚气阵已经失传很久了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能用。我拿剪子剪断红线，红线落地，绑在线上的铃铛稀里哗啦的响动。什么人？那男人见摆阵被打断，急忙站起来。身后的周雨晴上前一步。宋哲，你在干什么？火堆里的松枝燃烧的噼啪作响，红色的火苗映红了宋哲的脸，让他看起来有些狰狞。这位先生，古人言命由天定，你这样挖人祖坟，偷换气运，是要遭天谴的。宋哲皱了皱眉，握紧了手里的铁锹。原来是你们拓了我的阵。宋哲看了看身后的刘成发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你怎么还活着？旋即他拿起身旁的一本书翻找。不应该呀，77 49日，你应该早就死了的。我轻笑。宋先生，你这本书应该是古籍，古人算时间不精准，跟我们现在还是有差别的。离你所说的49日其实还差半日。屋子里的尸体是谁？为什么要挖别人的坟墓？你最好能解释清楚。宋哲冷笑一声，你就算报警我也不怕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坟是我挖的？我挖坟的动机呢？难道你要跟警察说我会法术，要换运气？警察会将你当精神病抓起来的。再说了，那房子是周雨晴的，里面有什么东西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跟周雨晴已经分手了。王凤梅气不过，你跟他分手，为什么还要帮他害我们？宋哲冷冷地看了一眼周雨晴，又将目光转向刘成发，眼睛里的怨毒压也压不住。我为什么这么做？怎么不问问你的好老公？刘成发，你爸的骨头我早就扔河里喂鱼了，你活该被我挖祖坟。刘成发伸出手指指着宋哲，你宋哲恶狠狠道，你什么你？这些都是你为富不仁应得的。说着转向王凤梅，你的好老公以招助理的名义将周雨晴调到他身边。周雨晴就是个3流大学毕业，他会做什么助理？无非就是看中了他年轻貌美。周雨晴瞬间脸色煞白，眼里的泪止不住的流。宋哲更是肆无忌惮，周雨晴，你哭什么？难道你就是无辜的？你跟我说是刘成发强迫你，他强迫你1次，还能强迫你2次，还不是你自己愿意跟他睡？
他给你买房，给你买车，你转头就跟我说分手，嫌我穷，嫌我没本事，所以你就给老头子当情人，破坏人家家庭当小三，你要不要脸？刘成发气得满脸通红。你住嘴！宋哲双手一摊，我住什么嘴？你不是喜欢年轻貌美的姑娘吗？我给你结的那个姻亲怎么样？姑娘漂亮吗？我可是从医院千挑万选偷出来的，刚死地，新鲜着呢。你有没有好好享用？说完，他像疯癫了一样哈哈大笑。你这小姑娘，刘成发这种黑心商人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难道你也是他的情人？我告诉你，他家这学已经被我彻底败了。刘成发想要再借着学起运，那是不可能了。像是要印证他说的话是事实一样，话音刚落，整个大地颤动了一下，一阵若有似无的龙吟响彻山林。紧接着，原本空洞的墓穴像是大海涨潮一般，瞬间灌满了水。我恍然大悟，这不是七星聚奇阵，这是七星聚煞阵。这山本是一条龙脉，这墓穴是龙身上一处鳞片，他做的这些就等于拔了龙鳞，地下涌出的是龙血。虽对整条龙脉无碍，但这学肯定是败了。宋哲声音充满玩味，你懂得还挺多。不过你报警我也不怕，你没有证据这一切的合理性，警察是不会受理的。就算被抓走了，顶多就是因为感情纠纷引起的矛盾，关个几天我也就放出来了。他拿起那一摞书，这书里有很多整人的法子。刘成发，你睡我的女人，你就等着我整死你吧。我拿出香炉，抽出3支香点燃，上敬神明，下敬鬼差，妖邪作祟，速来审判。线香燃起的烟直直地沉入地下。宋哲看了几眼，然后开始翻书，我倒要看看你耍的这是什么花样。他不停地翻着手里的几本书，翻得满头大汗，也找没有找出我在干什么。别找了，我这点香的本事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。实话告诉你也没什么，我爷爷生前有大功德，死后在地府做了主簿，管着阴差调动。我烧香是在求我爷爷，求他派个阴差给我帮我办事。你那几本破书也不知当什么。我说让你解释，不是去跟警察解释。你这些妖法有违天道，需要解释的是阴差。宋哲听我说完，一脸轻松。阴差又如何？这书上说，人的阳寿不到，就算是阎王来了，也不能强行带走我。我盯着快要烧完的香，耐心给他解释。千万年来流传的秘术多，但很少有人用，那是因为逆天而行，代价非常大。你那书里只告诉你换坟转运，有没有告诉你施法的代价是减阳寿？你聚煞败学，邪煞折损你的功德，你没有功德护身，阳寿也会减少。宋哲，你表面上说是因为周雨晴出轨刘成发，实际上还是为了你自己。这坟你已经换了1年了，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刘成发和周雨晴在一起吧？说话间，3根香燃尽，一阵阴风拂过，2名鬼差手执铁链出现在面前。我上前行礼，有劳2位阴差大哥，这人善用邪术，破坏此地风水。他道行不深，只是拔了片龙鳞而已。若是真的放干龙血，引得龙脉溃败，真龙飞升，那此地就会永无安宁。鬼差翻开手里的命不翻找，宋哲四处看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鬼差看到命簿上显示的罪孽，也是一皱眉。2名阴差抖了抖手里的铁链，宋哲往后退了一步。他之前阳寿未尽，看不到鬼差，大概是罪孽深重，折了寿。他立刻看见了鬼差。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可是会法术的，我会摆阵招阴，你这种小鬼，小心我收了你。刘成发和王凤梅看不到2名阴差，吓得缩在我身后。孙姑娘，发生了什么呀？我没有说话，看着阴差将铁链捆在宋哲身上。宋哲被困住，不能动弹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叫喊。我急忙叫住阴差，2位大哥，这肉身我们不方便处理，劳烦您帮帮忙吧。鬼差铁链一抖，好说。接着，宋哲的肉身如失了魂魄般，踉跄着往山下走去。整个过程，周雨晴吓得一言不发，直到宋哲走得看不见了，他才转身向我看过来。宋哲他去哪了？他会怎么样？我瞥了周雨晴一眼，宋哲阳寿已尽，魂魄被鬼差绑走。至于肉体，可能失踪，可能掉进河里，也可能……话音还未落，山下的盘山公路响起轮胎打滑的刹车声、撞击碎裂声，还有重物落地的声音。宋哲应该车祸身亡。夜深，山林里静得吓人，刚才那刹车声更是清楚。很显然，周雨晴听见了。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愣了几分钟后，开始嘤嘤地哭起来。一直强势的王凤梅一直被吓得不敢出声。刘成发毕竟是个男人，胆子还是大一些。缓了片刻后，他过来询问：孙姑娘，我父亲的尸骨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指了指坟墓下面的小河，大概在那里吧。给刘老先生重新找个阴宅吧，这个穴不能再用了。刘成发连连称是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嘱咐他几句。我知道你积累财富不易，但也要知道有舍才有得，多捐款对你有好处。你以为你跟周雨晴只是你来了兴致玩玩而已，无非就是给些钱财。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缘分，你这叫桃花煞。阴煞的人损的可不只是钱，严重的会家破人亡。你夫人对你情深意重，你落魄时她没有离开你，你发达了也不应该辜负她。你在挖到棺材时上报，寻到古籍上交，就不会让宋哲有机会拿到这些书。你不招惹周雨晴，也不会引来宋哲的报复。你要记得，你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因果报应。刘成发被我训得脸通红，低头不语。事情办完，我便离开，走到半山间回望，王凤梅正在大声哭骂2人。刘成发额间还是紫煞气萦绕，这桃花煞并没有破。
而坐在地上哭的周雨晴，腹中有胎结成。他们之间的纠缠并不会结束，但这些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本篇完。